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這次我們租車在福岡自駕，大多數的人通常會往南開去九州其他城市，但這次我們決定反其道而行，往本州方向開，來到聽過很多次卻始終有點神秘感的山口縣。說實在，一直以來對山口縣的印象非常模糊，只知道好像很有歷史淵源，有靠近海的紅色鳥居、巨大鐘乳石洞，再來就是河豚很有名。結果這次真的是有驚豔到，不只有充實的文化體驗，還發現了超棒的溫泉區。一起來看看這次3天2夜的山口怎麼玩吧。第一站來到的是防府天滿宮，很多人都有聽過福岡的太宰府天滿宮，但其實防府這一座才是日本最早建造的天滿宮。天滿宮朝生會來拜拜。きっと桜咲くよ。天滿宮是日本考生求學問、求升學會來參拜的地方，類似我們的文昌帝君。這次剛好遇到日本考試季節，天滿宮也有特別的裝飾，幫考生加油。這是2025年的受験生応援campaign。我抽300円。這邊也有祈求1年平安的鯛魚籤可以抽哦。1年，泰就是跟安泰的泰發音一樣啊。好，那些。防府天滿宮附近有個避房景點毛利市庭園，這裡是一座超級豪宅。山口縣以前叫做長州藩，16世紀毛利元就靠着天才的軍事本領，成為西日本的霸主。在1600年的關原之戰，領地被德川家康大砍之後，被迫從廣島搬到當時偏僻的丘。之後江戶時代的260年間，毛利家表面臣服於德川幕府，背後卻逐漸累積經濟實力，直到19世紀成為推翻幕府的最核心力量之一。有一種那種時代以前的那種場景，有沒有？這座毛利市庭園與毛利邸其實還算年輕，主建築毛利邸使用了當時最頂級的木材和技術，裡面收藏了非常多國寶和重要文化財。這邊是乾掉的石子，這邊是水很多的石子，怎麼超那麼多？雖然這次我們只有參觀庭園，但這座回遊式庭園真的非常大，池塘被設計成葫蘆的形狀，附近也可以看到水泥的石燈籠。對當時的時代背景來說，是非常新的技術。這麼大一包，只有上1/3，現在是空氣。這吉田松陰，吉田松陰是誰呢？明治維新有一個發起人的概念。然後他說這是柚子鹽口味的，好吃哦，不錯，好喝啊。雖然一包裡面呢，就是量是就是大概是這樣，好喝，它有一個香味，而且不會死鹹，哦，這很漂亮哎。離開豪宅之後，我們來到山口市最出名的琉璃光寺。這座五重塔真的超級厲害，它和京都的醍醐寺、奈良的法隆寺並列為全日本最美的3座塔。琉璃光寺的五重塔建於1442年，一瞬間還以為自己在京都。事實上，山口縣在14世紀毛利家統治之前就被稱作為是西邊的京都，很早就引進了京都的建築風格和街道設計。琉璃光寺就是最具代表的建築之一，越看越覺得和京都的東寺真的是好像。手底一潭水，剩下的水不會倒到地上，要倒回去水裡面，珍惜水資源的一個概念。這是百八的煩惱鳳，索隆的周氏。琉璃光寺的正殿有着一串巨大的佛珠，一共有108顆，代表人生中108種煩惱。
據說聽到8顆佛珠掉落的聲音，就可以消除煩惱哦。山口這邊也有喀斯特地形，就是石灰岩地形，所以它也有非常有名的鐘乳石洞。然後呢，有去過鐘乳石洞的人都知道，一定要穿外套，不管是什麼季節，一定要穿外套。山口縣除了有歷史人文景點之外，也有自然的景點可以看看。秋芳洞是日本規模最大的鐘乳石洞，光是開放可以觀光的區域就有超過1公里長。秋芳洞入口的商店街是一條很不起眼的商店街。它有鋪地，就這個瓷磚一看就知道了，就是這條路。真的是台灣的，真的是台灣的女王頭哎！这怎麼看到女王頭啊？初一哦。其實秋芳、秋吉念法應該是一樣啊，日文的人。嗯。都是啊，有時。這邊一共有3個不同的入口，如果想要看壯觀的巨石，最推薦可以走正面入口哦。水有夠清的呢，哦，寒い，超冷的。入口真的是超級壯觀，來了第3次還是覺得很壯觀。實際上呢，真的是超黑，大概是這麼黑啊，不可能 ，GoPro 拍不起來，放棄吧。包含秋芳洞在內的這整片區域叫做秋吉台，是日本最大的喀斯特地形。除了精彩的地底洞窟之外，也記得要來秋吉台這邊看看哦。在前往今天的溫泉旅館之前，我們先來裝水喝。來到的地方叫做變天池，是山口縣內非常知名的日本名水，甚至有喝一口就可以多1年壽命的傳說。湧出來。如果想來裝水的話，可以在入口處的水龍頭這邊裝。而如果好奇變天池本身的話，可以繼續往裡面走哦。那，超美。这是我們第2次來住長門湯本溫泉。長門湯本溫泉。為何想要在河邊打桌球嗎？這一天的住宿我們選在長門湯本溫泉，比起人潮眾多的溫泉勝地，這裡更像是一個秘境，氣氛真的非常療癒。溫泉街的中心是音信川，這次選的旅館就是直接在河岸旁邊的 Soiru Nagato Yumoto， 它是由一棟老舊建築改建而成的設計旅館，充滿木質調的空間讓人非常放鬆。哦，有點像美術館哎，對吧？第幾個畫室的那種感覺。哦，很漂亮！你先移進來吧。哦，他幫我們升級耶。真的嗎？因為我訂的是最基本的房間。哦，真的？嗯。這也太可愛了吧！就是看景色，然後下面就是溫泉街。好看哦。好的。這附近如果等一下那個有小超商的話，可以買點東西在這邊吃。床在這邊，是他幫我們準備好的溫泉包，等一下可以提着這個，然後去隔壁泡大眾池，然後
不需要再另外付費。拿這個包包去，他是認這個包包。出示這個他就知道你是這邊合作的，就不會再另外收費這樣子。呀呀！啊，曬太陽啊，曬太陽！哇！房間的設計讓人很滿意，尤其是窗台旁邊的空間，我們超喜歡。不同於傳統溫泉飯店，所以有那個都湯湯，館內本身只有上溫暖設備。如果想泡大浴場的話，可以到旁邊的公共溫泉N湯，收1魯的住客可以免費使用。溫泉街加上柳樹，就是很有詩情畫意的一個，所以晨崎溫泉也是非常漂亮，也蠻推薦的。怎麼感覺有點可怕？很乾淨哎。那除了飯店本身，因新川附近的景色和氣氛，我們真的非常喜歡。旁邊就是星野集团的界長門，也是非常推薦的溫泉住宿。整條溫泉街它最香，燒鳥，這就是完全整個人就是又要去洗一次澡了。現在我們飯店出來，過馬路過來。沿着河岸也有很多小商店和餐飲店。如果沒有打算在飯店裡面吃晚餐的話，這間 Yakitori Sakura Shokudo 飯燒店真的超級推薦。第一个，你这还没吃吗？还没，以这个价位來講，真的很好吃。隔天早上在飯店吃完超好吃的佛卡夏早餐之後，我們出發前往山口縣的世界遺產丘。丘跟迪真的是很常看錯。這裡在2015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，是日本明治維新和產業革命讓日本走向現代化非常重要的城市。看不太到那個背光，而且是明治維新胎動之地。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採取鎖國政策，拒絕大多數國家的貿易往來。直到1853年，美國的黑船來到日本，強勢逼迫日本開國。黑船事件的巨大衝擊，讓日本國內意識到自己和世界的差距。其中長州藩的松下春淑聚集了一群熱血青年，在吉田松陰老師的啟發之下，主張推翻舊有的幕府機制，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化日本。雖然吉田松陰在29歲就因為反抗幕府被處死，但他教出的學生很多都成為近代日本的關鍵人物。日本的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就是他的其中一位學生。松下春淑像是一個小型補習班，我們下一個來到的明倫學社則像是現代教育的原型。今天本館繞完吧，本館的部分不用錢。2號館比較詳細的介紹，這邊是要另外要付費的。那我們先看一下本館。這裡的前身叫做明倫館，原本是長州藩專門教武士子弟練武和讀經的藩校。明治維新後改建成小學，一直到2014年為止，都還是真正在使用的國小學校。明倫學社雖然是在1935年改建成小學，但很意外，教室的空間設計其實和現代社會沒有太大的差異。建築上幾乎完全使用木造，充滿着一種懷舊的氣氛。那這個打開。沒有抽屜的。那就放在下面。不是，這種不好。為什麼？因為你不能在下面偷看漫畫。對，也不能偷吃東西。對。在看完歷史代表景點之後，我們來到丘城下町。這裡保留了400年前江戶時代的街景，街道和江戶時代留下來的古地圖幾乎完全一樣。除了是很多歷史人物過去的居住地，丘燒也是這裡非常著名的陶製品。啊，這是幾家司機？這個呢，紅色的這兩個，這個就可以喝。這比較漂亮。再走一走吧，反正這個很難再喝。還有這種日本老街一定會有的東西，一定會有的東西。我們又要來吃布丁。像私滑らか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丘城下町還有一間非常推薦的瓦片蕎麥麵。
1877年發生了日本最後的內戰西南戰爭，當時被圍困在熊本城周邊的薩摩軍武士，在沒有鍋碗瓢盆可以煮飯的情況下，靈機一動就利用戰火燒剩的屋瓦當作鐵板，把肉、蔬菜和蕎麥麵放在上面加熱。一直以來蕎麥麵都是冷冷的感覺，但瓦片蕎麥麵是熱騰騰的，加上其他料一起拌，超級香，完全打破過去對於蕎麥麵的印象。看完歷史景點又飽餐一頓之後，我們開車來到山口縣最想去的景點源乃宇神社。源乃宇神社裡面是真的不能進去，但你可以在外面看，一樣可以看到那個鳥居這樣子。這座神社在願望清單上至少有5名了，因為它的位置實在很遠，加上神社本身的開放時間非常短，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前來。這次我們雖然不能算是真的進到源乃宇神社裡面，但還是有看到最經典的123座紅色鳥居。如果想要走到神社裡面的話，目前只有在平日開放哦。可惜沒辦法進去走。10幾年前來的時候，它不管假日、平日都有開放，現在就只有平日才有開放參拜，有點可惜。看吧，最漂亮的嗎？大家都在前面拍。回到山口市之前，我们来到另外一个超推的景點角島大橋。當天的天氣真的是非常好，海水顏色整個湛藍，超級美。有點像古力嶼大島。有像，跟沖繩的那一條。古嶼力還古力？古嶼力。在大橋的入口處拍照，雖然也很漂亮，但到後方的觀景台上可以看到更遠的景色哦。第二晚，我們安排了非常特別的河豚大餐。除了山口之外，在日本其他地方其實很少有機會可以吃到河豚。這次來到產地，當然不能錯過。我們選的套餐有河豚生魚片、河豚火鍋，還有其他各種的河豚料理。雖然以結論來說，有一點稍微吃不大懂，但確實和其他的魚類吃起來非常不一樣。與其說是在吃魚，更像是在吃肉的感覺。生魚片沾陳醋醬吃起來也很不錯。我覺得是好吃，然後我們兩個吃下來吃15000日幣左右，就是如果想要嘗試看看河豚是什麼味道，沒有吃過的話，我覺得蠻值得嘗試的。不是特別想要嘗試這種新鮮的話，一樣的價位當然有很多其他好吃的啦。因為整體的價位還是偏高，如果不想要單純只吃河豚的話，塘戶市場也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日本的河豚是長這樣子哦，跟泡芙阿姨是不一樣的哦。這裡呢，其實就跟那種日本很多地方的海鮮市場一樣，然後壽司也有，海鮮凍應該也有，然後還有一些河豚。福固高甲。高甲。在塘戶市場可以吃到山口縣非常有名的河豚之外，還有其他非常新鮮的海鮮料理。有很多店家有時候是不收信用卡的，所以要麼現金，要麼 PayPay。如果他要在日本用 PayPay 的話，可以先設定。生魚片、壽司、海鮮凍在這裡通通吃得到。連假的一大早就連車位都一位難求。雖然我們不是第一次來到山口，但這一次應該是最充實走訪所有山口的景點。有自然景觀，有歷史人文，也有美食。位置上距離福岡也不遠，想要避開人潮，深度走訪日本鄉下的話，是個非常推薦的地方哦。那麼這次影片就先到這邊，拜拜。19